大家好，我是多马小伟，今天我们来讲《电锯人》第2季的17话啊。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集讲到永恒之恶魔卷土重来，把山鹰酱和电次困在了水族馆里面。电次这种大场面见太多了，当然还是那副很懒散的模样了。相反啊，山鹰酱这边就慌得要死，他发现自己面对这种意外情况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策嘛，而电次却仿佛什么都知道一样。山鹰酱为了掩饰自己的无力，还疯狂嘴臭电次，说他什么都不懂。就在这时啊，几个黑衣人的出现突然打断了二人的谈话。哟，这不是那个臭屁猎人社长吗？这么说来的话，之前应该就是季家妹妹带他们一起来的了。不过电次并不认识这个臭屁社长，他非常没有礼貌地问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靠，这个死鱼眼的呆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社长刚想开喷啊，但是又碍于有其他人在场，只得装出一副绅士的模样，说道：“虽然你不是很诚心诚意的发问了，但我还是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我就是恶魔猎人社的社长伊世海。哟，这不是章鱼哥吗？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呢？”嘿嘿，社长被打断的时候，表情真的是相当失落呢。突然出现的章鱼哥表示自己只碰巧路过而已，但想也知道他肯定是在25小时贴身监视电次吧。此时社长的小弟向他透露，这个章鱼哥可是业界小有名气的人物啊，以高中生的身份就成为了公安部的正牌恶魔猎人。但是社长根本就不想管这一小道新闻了，他一心想要2次完成自我介绍。我是恶魔猎人社的社长，名字叫做伊世海。完了，我们真的要被困死在这里了。好吧，另一个社团成员又一次打断了社长的发言啊，后者此时的表情已经有点想杀人了。这个看起来很弱鸡的社员表示，要不是因为有奖学金可以拿，自己根本就不想加入这么危险的社团呢。等一下，这种超级现实的理由还有这极度崩坏的阿黑岩，您就是2代目小红是吧？山鹰酱已经彻底无语了，这个社团里都是些什么奇葩玩意儿啊？冷静下来之后啊，大家开始讨论对策了。初步判断下来呢，他们应该是要杀死施法的恶魔才能逃出这所秘境。但是当电次问起有没有人看见过恶魔的本体时，却得到了否定的回答。看来永恒恶魔比起第一部的时候啊，是学聪明了。他该不会是想一直躲起来，等电次他们饿得快半死了再出来捡人头吧？此时山鹰酱想起了季家美眉的忠告，只有把电次做成武器啊，才能够离开这所水族馆哦。不料这时社长3度发难，终于把自己的名字给介绍了一遍。我是恶魔猎人社的社长，名字叫伊世海春花。舒服了。这个看起来控制欲很强的家伙表示要申请带队呀，不过这反而让山鹰酱想起了，你之前不是说你是电锯人的吗？这样一来，我只要跟着这个社长混，说不定不需要杀电次也能够逃出去啊。而这个装逼犯社长，到时我只要能弄死他，就能从鱼儿的手里面拿回身体，从此以后啊，再也不需要把无关的人员变成武器了。哇，山鹰酱他真的我哭死啊！对于白痴电次居然还保有善意，对臭屁社长又爱憎分明。面对即将要做出的重大决定，山鹰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一行人眼看讨论无果啊，便在社长的带领下开始探索水族馆。不一会儿啊，他们找到了一间职员休息室。社长自信满满的表示，这里的场景啊，不断的在重复循环，所以像水源、食物之类的东西应该是取之不尽的吧？你还想搁这儿卡 bug 是吧？你这种天真的想法，在第一部的时候大家早就考虑过了。这个空间里的资源啊，只能使用1次啊。这时章鱼哥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箱鱼，真不愧是一群单纯的高中生啊！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居然还能够兴致勃勃地讨论烤鱼。就在大家准备拿旧报纸点火的时候，山鹰酱毫无征兆地发表了逆天言论。我这个人不吃鱼的啦。初期大家还以为他是对鱼肉过敏，然后山鹰酱异常冷淡地说道：“我感觉啊，这个鱼就很像尸体，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啊！”大家都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盯着山鹰酱，后者也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讲错话了，
只得光速离场避免尴尬。结果山鹰酱才刚松了口气，又在过道里迎面碰上了电次。电次表现出一副完全不想理山鹰酱的表情，在山鹰酱的疯狂追问下，电次才坦白到自己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水族馆里捡别人遗失掉的零钱我操，山鹰酱都给整不会了，都这种紧要关头了，你怎么还在那儿搞这些无耻的事情可是电次好像学会了帕瓦的狡辩技能开始疯狂反击，最后更是直戳山鹰酱的痛点。你这个坏女人，说了半天你不是什么忙也没帮上吗？你有为团队做出过什么贡献吗？此话一出山鹰酱直接气到面红耳赤，双方已经不想再讲道理了，开始互相诅咒对方去死。哇，这种小情侣一样的吵架模式，这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我都不敢想看着独自离去的电次，山鹰酱抱怨他明明就是来约会的，那不知道在装什么。原来你还知道你是来约会的。山鹰酱想找月儿出来帮自己说两句，却发现后者早就不知道掉线到哪里去了。电次说的没错没有月儿的话，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了。不行，我得振作起来，我不能学那个废物电次我必须要为团队做出点什么贡献才行思索了片刻，山鹰酱好像想到了什么，他再度回到休息室，大家又一次用惊讶的表情看着山鹰酱，不过这一次可是惊讶中充满了崇拜什么？山鹰酱他居然拿这个手机臭屁社长连连惊呼道：你作为一个学生，你怎么会有手机在身上要知道这个漫画的设定可是在90年代末在那个没有彩屏手机，很多人还是 BB 机加手机混用的年代，学生党想要拥有手机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不过就算有了手机，也并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可言。山鹰酱表示这可是我老爸的珍贵遗产红二代问起这手机它有信号吗？山鹰酱把手臂高高举起，你要相信光。刚刚我就发现有一个信号哟。不知怎么的休息室里突然就变得情绪高涨，就连社长都开始奉承山鹰酱了，各种称赞之声不绝于耳，真是了不起如今的高中生原来都带手机了吗？山鹰酱简直就是时代的急先锋山鹰酱，我的卡米山鹰酱一副慷慨激昂的表情，把手越举越高，他的内心仿佛感觉到了压抑了多年的悲惨人生就差一点，只差一点我也能被大家所认可呀！我擦嘞！山鹰酱突然脚滑摔倒了，可惜裙子太长了，没有看到好看的。在场所有的人都傻眼了。山鹰酱回头一看，不要我妈的遗产面对环绕四周的惊恐、无奈以及绝望的表情，山鹰酱现在脑海里就剩下2个字：麻了。而刚才还对山鹰酱寄予厚望的社长，直接态度2极反转的翻了个白眼，当即表示和山鹰酱划清了界限。像你这种什么都只会用嘴抱怨的无能之人，到了关键时刻也只会掉链子而已，我再也不会对你抱什么期望了。虽然社长的样子令人十分厌恶但是他句句话都直戳山鹰酱的要害所谓的没逼体质什么的都是找的借口罢了。山鹰酱真的就是那种只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终于山鹰酱彻底的社死了，他放弃了抵抗，孤独的坐在无尽的走廊之中，心中绝望的默念道：毁灭吧，赶紧的，累了。当然了，与漫画中山鹰酱的悲惨遭遇相反现实中此时正在观看漫画的各位，想必已经笑得死去活来了吧？本话结束。